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那我走了呀，姐。深夜，江苏某个村子的一座小石桥上，张小伟将姐姐张小玲送到婆家附近，只剩下10多米的距离，张小玲便让弟弟止步，二人在石桥分别。当天晚上，在张小玲下班后，便应娘家人邀约，前往了娘家吃饭。因为吃完饭时间有点晚了，张小玲的弟弟便主动提出送她回家，一直到了家门口，这才离开。然而张小伟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别竟然是姐弟俩的最后一眼。回到家后，张小伟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过了2天，他们就发现张小玲在那天回家后便失踪了，怎么也联系不上，整个人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可能啊！我当时都送到家门口了，难不成之后我走了后，姐姐又外出了？张小伟是怎么也想不通，心中焦急不已。当时送姐姐回家时，对方看上去心情也不错，并没有什么不对的情绪。人到底去哪了呢？张小伟和姐姐张小玲感情很好，两人家境都一般，父母也是农民，可是对家中孩子却是一视同仁。张小伟是家中最小的，张小玲比他大了几岁，小时候对他就十分照顾。因为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，张小伟可以说是张小玲拉扯长大的。张小玲还为他放弃了学习，张小伟也很感动，在那个时候就发誓长大之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姐姐。后来结了婚，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很深厚，也经常会约着一起见面。张小伟怎么都没有想到，明明前几天还好好的人，为什么就会这样不见了？他担心不已，同时也有些自责。要是当时能够送姐姐回家就好了，可更多的却是奇怪，当时那里本就不远，周围也没人，应该不会出事才对。张小伟想不通为什么，而得知妻子失踪后，丈夫张某红也很是着急，四处寻找，可依然半点消息都没有，很是奇怪。后来两家人也报了警，四处打听张小玲的消息，可是依旧是一无所获。警方也觉得事情很奇怪，可是却不知从何调查，只能四处询问。大家对于张小玲也有些印象，觉得她是一个好女孩，平时待人温和，脾气也好，很少和人闹矛盾。按理来说应该没什么仇人。对于张小玲的失踪，警方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线索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因此放弃，一直在暗中打听寻找。这一找便是足足近半年过去，这期间各种传言也纷纷出现，有说张小玲私奔了的，也有说张小玲被害了的，只是具体真相却无一人知道。就当他们几乎要放弃时，张小玲却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。2001年2月8日，在吃完午饭后，村民马师傅跟妻子便拿着工具出了门，打算去村边一个水塘内捞点水草回来喂牛吃。夫妻俩下了水，拿着耙便不断地勾着水里的水草，伴随着他们的动作，水上冒出了一大片白色的浮沫。二人并未放在心上，继续认认真真勾着水草。不知为何，底下的水草有些难勾，妻子使了点劲，用力一拉，准备多勾点水草。这底下是一大片水草吧，这么难勾动？他一边嘀咕着，一边使劲，可下一秒他整个人一个机灵，被吓得失声尖叫，连爬都顾不上，直接丢了，落荒而逃。谁曾想，水草没勾上来，却从水底浮上了一具泡得已经高度腐败的女尸。这个发现让妻子震惊不已，当即尖叫出声，
马师傅也过来查看，随即出现和妻子一样的反应，两人都被吓到了。冷静下来之后，两人决定报警。女尸的发现让水塘围满了警察。经过核实，女尸正是失踪已久的张小玲。被发现时，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，但衣着完整，并且其左大腿上还被捆了2圈电线，因此可推断，这并非是人意外落水，而是在被杀人后抛尸于此。张小伟得知这个结果也是难以置信，抱着张小玲的尸体痛哭。尽管他已经有所猜测，张小玲可能出事了，可是当亲眼所见张小玲的遗体，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，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要如此残忍，将姐姐残害至此。调查所知，张小玲性格温和，是个脾气很不错的女孩，在当地某服装厂工作，与丈夫张某红的感情也一直很好，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大的矛盾，育有一个4岁的儿子。而在失踪时，张某红因为天气和道路的原因，留宿在了姐姐家中，并没有回家。失踪当晚，家中仅有公婆以及4岁的儿子在。从时间线来看，张小玲的失踪应该与张某红无关。张某红是真情实意地为妻子失踪感到着急，想要找到妻子，排除张某红身上的嫌疑。那么张小玲究竟是被谁害了？民警看了眼张小玲家中的位置，从距离来看，张小玲家离水塘的距离并不远。张小玲很可能就是在当晚和弟弟告别之后遇害。我们不清楚那天晚上小玲就没有回家，我们哪知道就这么点路，结果人就出意外了呢？真的是造孽呀！张小玲的公公张某贵叹了口气，旁边的婆婆周某华也做事抹了抹眼睛的眼泪，安慰着一旁伤心难过的儿子：“儿子，你别太伤心了，节哀顺变，儿媳死了这么久了，赶紧让她入土安息吧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虽然周某华脸上是伤心的，可民警却也抓住了他露出的一丝迫切。他似乎急切地希望张小玲能赶紧下葬，只是凶手还未查出来。周某华这个举动未免不会让人多想，他是不是想隐藏什么，还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张小伟对于这个结果也是无法认同，直接说他们不安好心，姐姐尸骨未寒，他们就想着入葬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民警询问了二人，在问及当时发生的事情时，二人说的一致，每个细节都对得上，但这也让民警更加怀疑，因为这更像是二人提前对了口供，并且民警在询问中得知一个信息，就在张小玲失踪前1个月，张小玲的表现有些反常，很抗拒回到婆家，想要留宿在娘家。张小伟也将这个情况跟警方说了，他甚至怀疑姐姐在丈夫家受了委屈，或许还和公公婆婆有矛盾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只不过在询问原因时，张小玲却怎么也不肯说，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一样。很快，民警就从周围的村民口中得知了张某贵身上的一个重要信息。民警可以笃定二人心中有鬼，张小玲的死与二人脱不开干系，只是如何才能撬开二人的嘴，让二人说实话呢？民警灵机一动，有了主意。民警将张某贵单独提审，张某贵还有些不屑：“怎么，你们怀疑我？你们可以去问他呀，问问他当时我在干什么，这不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张某贵这显示是不愿意配合，见此民警也不再犹豫，对着张某贵说了一句话，瞬间击溃了张某贵原本平静的面容，瞬间变得狰狞无比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都对你们说了什么？
在猜测二人极有可能是涉嫌合伙作案、互相包庇后，民警就决定逐个击破。无法看到彼此的眼神示意，夫妻俩果不其然，很快就露出了马脚。民警在村里走访时查到，这个公公张某贵年轻时的风评很差，据说很是风流，在男女关系上尤其混乱。这也让民警猜测起某种可能性。经过层层审讯，张某贵夫妻俩很快就破防了，如实交代了作案的过程，承认了张小玲的死亡与二人有关联。张某贵是杀害张小玲的直接凶手，妻子周某华则在其中起了包庇、隐藏事情真相的作用。对于这个年轻貌美的儿媳，张某贵早就惦记在心，尝试过释放出暧昧的讯息，但遭到了拒绝。而张某贵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，反而越发想得到对方。张小玲也没有想到公公竟然对自己有想法，对此十分生气，也当即拒绝，甚至不愿和对方过多接触。可是却没什么用。而案发当晚，趁着儿子不在家，半夜醒过来的张某贵色胆包天，竟直接摸到了儿媳的房间内，打算对儿媳实施犯罪。张小玲从梦中惊醒，被眼前所见吓了一跳，便拼命挣扎反抗。这也激怒了底性本就坏的张某贵，竟直接将人摁在地上，5刀捅死。张小玲死前哭着求饶：“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别捅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却还是没有获得一线生机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迷迷糊糊中，周某华也醒了过来，见身边丈夫不在，便打开灯，准备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结果就刚好看到杀完人的张某贵。周某华气得大骂丈夫：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！”但话音刚落，张某贵反应过来，就对着周某华噼里啪啦一顿骂。而看着死去的儿媳以及丈夫，周某华心中的天平倾斜向了丈夫，又想着这件事情不光彩，内心纠结了几秒，选择了沉默。看着丈夫将张小玲的尸体沉了塘，张某贵想要实施强奸行为，但因为遭到张小玲的反抗，从而未能得逞，转而对其实施杀害。这个过程他同时构成了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，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至于包庇丈夫犯罪行为的周某华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。依据刑法第310条的规定，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、财物，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周某华缺乏法律意识，帮着丈夫干了糊涂事，夫妻俩双双入狱。真相揭开后，作为2人的儿子知晓是自己父亲杀害了妻子，心中又该有多么痛苦和难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